在远离太阳的宇宙深空得不到太阳能的加持，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卡西尼号、新视野号探测器们是如何获取能源、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并同地球保持通讯的呢？答案是放射性同位素电池 RTG， 也可以叫它核电池。那么核电池究竟是怎么工作的？除了能把它用在太空里面，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用到它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咱们分2个方面来谈，一个是它用什么燃料，另一个是它是怎么用这些燃料的。好，我们开始了。装在核电池内部的是一种叫做钚的元素。钚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称它为人类已知的最毒物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强大的核能源。一个直径只有10厘米的钚球重8000克，它如果发生核爆炸，威力可以与当年美国投放在长崎的原子弹相当。不过核电池里面的钚可不是用来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当然那种核电池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它利用的是一种钚的同位素，叫做钚238的衰变反应。所谓衰变呢，就是指不稳定的元素将原子核里面的粒子放射出去之后变成另外一种元素的过程。比如钚238在它的原子核当中呢，原本是有94个质子和144个中子的，随着衰变质子和中子分别减少了2个，它也就变成了铀234了。减少的质量去哪儿了呢？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告诉我们，他跑去乘以光速的平方去了，于是换来了大量的热量。难怪马特达蒙在火星上被冻得瑟瑟发抖，是要去抱核电池的大腿了。它就是一块红彤彤的小火炉啊！核电池只需要将小火炉里面的热转化成电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啊？等等，难道这就是他用核燃料的方式吗？这么直接就把热变成电了，真的可以吗？怎么做的？好吧，这个呢就叫做热电效应了。它听起来很高级，可以用在我们正在说的太空中的核电池上，也可以很接地气，比方说用在炒冰机上。前者你是不太容易去体验到的，但后者嘛，要是你高兴，花几十块钱就能拥有了，四舍五入一下也算是体验了一把太空科技，不赖哦。那么热和电之间的转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还是很好奇这点啊。原来它利用的是温差发电的现象。这个现象其实早在1821年就由托马斯·塞贝克发现了，所以又叫做塞贝克效应。塞贝克当时将2种不同的金属导线连接在一起，然后将其中的一根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而另一根则保持低温状态。结果突然发现接近它们的指南针居然旋转起来了，说明这里产生了磁场。后来又进一步的发现，原来这个磁场是由2边不同温度的金属所产生出来的电压形成的电流，从而造成的。好复杂的关系啊！所以从一开始起呢，塞贝克自己也是没有理清楚的。但不管怎么样，新的历史就此开启。早在20世纪初期呢，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温差发电的装置了。当然，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是更加高效的半导体材料。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它产生电流的原理啊。都知道，热的本质呢其实是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温度越高，粒子运动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所以，当我们把半导体材料夹在一热一冷2片金属之间时，半导体材料里面靠近热源这边呢，运动更加激烈的粒子就会朝较冷方向比较佛系的粒子这边挤压移动，于是冷的这一边自然就很快聚集了大量额外的粒子，它们带什么电，这边显然就带上了什么电了。看起来很像一枚小电池了吧？其实接上电线就可以直接用了，但只有这一枚的话，电压实在是小得可怜啊，那就用很多枚把它们串联起来吧。现在的温差电池就是这么干的。由于串联必须要正极对负极的接在一起啊，所以温差电池里面夹在2片金属板之间的半导体实际上是有2种类型的，一种叫做 P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正电；一种叫做 N 型，会移动的粒子带负电。在热量的推送下，它们都朝一边聚集，从而夹在一起，产生出更大的电压了。所以你看，核电池发电的逻辑就很清晰啦。先是用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产生持续不断的热，然后再用温差电池将这些热转变成电。以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能够让探测器持续工作数十年了，直至飞出太阳系了。当然，月亮上也有它，在长达半个月的月夜里面，玉兔2号就是靠它停过来的。几十年来RTG 核电池一直都是深空探测器所依赖的能源，但它的缺点其实也很明显。笨重、昂贵、低效，所以 NASA 正在计划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替代掉它。用什么呢？也是核能。不过这次的核能更纯粹，因为它用的是核裂变，就跟核电站里面一样了。简单来说，这个叫做斯特林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的新电池呢，由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和一些斯特林发电机组成。依然是一个负责发热，一个负责发电。
优势是它的能量转化效率比 RTG 高了很多，所以只需要携带原来的1/4燃料就足够了，发射重量减小了，发射的成本也就降低了，并且也可以让航天器携带更多的有效载荷，执行更丰富的太空任务了，益处多多啊。核反应堆大多数人都听过，并且也大致了解它是怎么工作的，但这个斯特林发电机是什么呢？它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简单介绍一下它。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斯特林发动机的演示。至于发电机嘛，只需要把这个旋转的飞轮去掉，换成一个可以切割磁场的线性发电机就可以了。斯特林发动机的发明也是很早啊，1816年就由苏格兰人罗伯特·斯特林申请了专利。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密闭的气缸和2个活塞，利用冷热空气的压力变化来推动飞轮旋转的。大活塞将气缸分成2个部分，但是边缘依然留有空间，能够允许空气从其中穿过。开始工作的时候，发动机的一边被加热，于是热空气开始膨胀，并推动大活塞压缩另一边的空气。被压缩的空气又挤着小活塞往外跑，用曲柄连着小活塞的飞轮因此开始转动。它一转动起来，又带动同样用曲柄连着它的大活塞开始往里走了，回到原本的位置。此时气缸里面的空气几乎全都来到另一边了。在这儿，它会被快速降温，冷却之后体积变小，气压差，于是又将小活塞拉向里面，继续带动飞轮旋转。就这样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只要加热不断，发动机自然也就停不下来了。这个发明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被当成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工业进程，但实际肯定是高估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见它出现在多少正经的地方。然而现在 NASA 对这个新玩意儿却充满了信心，认为它一定能够成为解决人类深空旅行和外星殖民的关键技术之一。至于是不是呢，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今天我们一起弄懂了一些超酷的太空技术，对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终于我们迎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天问1号已经稳稳地站在了火星乌托邦平原的表面，也使得我国成为第2个成功登陆火星的国家，真的由衷地为中国航天员感到骄傲啊！那么呢，我们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来聊一聊探测器在选择外星登陆点的时候呢，都有哪些学问。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先关注不迷路，点赞转发后，咱们就一起上路了。首先，不论在哪儿啊，选择合适的外星着陆点时，都有2个绕不过去的限制因素。第一个是工程限制，它决定了探测器是否能够安全着陆，以及在着陆之后能否顺利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光照、纬度、高程和环境等等。我们分别来简单介绍一下。先说光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光学敏感器的导航性能、障碍检测结果以及能源供给等多方面是密不可分的。长时间的光照为更丰富的科学活动提供了可能。但也不是单纯的越长越好啊。那些总是有光照的地方呢，将无法观察到日夜循环的现象，而且持续的光照将导致星体表面及科学仪器温度的升高甚至损坏，直接影响到分析检测的效果。纬度的考虑呢，也跟光照有一定的关系啊。高纬度地区无法获得充足的光照，进而影响到探测器的能源供给。较低的温度呢，也对热控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低温环境下，探测器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产热，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热平衡。严重时，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科学仪器的正常工作呢。所以在火星登陆时呢，工程师通常都会选择把探测器降落在赤道附近的地方。一是为了刚才我们说的光照和温度，第二个呢，则是为了降落时的减速。我们都知道啊，火星的大气非常稀薄，所以它对探测器的减速效果并不理想。但即使如此呢，矮子里面也能挑出个高个子的，那就是在赤道附近了。这里的大气层呢相对较厚，能够起到更好的减速效果，稍稍降低火星着陆那著名的恐怖气氛中的难度了。接着再说高程对着陆地点选择的影响。所以高程啊，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地方的海拔高度了。对于火星这种对探测器减速一点都不友好的地方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越多的减速空间越好啦。所以啊，落在高山上和落在峡谷平原上区别可就大了去了。你可以选择冒险的撞毁在太阳系第一高峰奥林帕斯山的山峰上，也可以选择安全的降落在平坦的阿西达里亚平原上，因为两者的有效减速高度是差异巨大的。天问1号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乌托邦平原，就是因为这里的高程更低，地势也更平坦，所以有着更好的安全系数。这点啊，我们从火星地图上就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来了。当然，着陆地点的环境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
比方说附近的岩石尺寸、坡度大小、表面粗糙度、雷达反射率、表面承重能力等等等等，都决定了着陆器的成败，也对随后祝融号探测车的移动范围以及能否顺利开展预定的科学实验任务产生了影响。好了，以上呢，我们提到的都是来自于工程方面的限制。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科学价值了。因为探测器的主要目标还是科学嘛，所以必须要确保选择的着陆点能够帮助科学家尽可能多的获取外星信息，让着陆任务的科学价值最大化。一般来说，可能会参考以下几点啊：多样性，在着陆区内有尽可能多的形态学及矿物学的科学探测目标。演化证据，能够有提供采样分析的岩石和土壤，使科学家了解环境气候的演化过程，提供水存在的证据，并验证已有地质成因的假说等等。环境适宜，不同于工程方面要求的环境啊，这里的环境呢是指要适宜于保留化石或者其他保存着生命特征的物质，这样的话就能够研究早期留下来的有机物或者微观结构的演化过程等等。所以你看啊，综合起来呢，着陆点的选择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啊。美国的伊犁号呢，就在之前的8个备选方案里面纠结了半天，最终才选择了现在的耶佐洛陨石坑，因为那里有一处35亿年前的古老湖泊的遗迹，有河道，有粘土。至于是不是有生命呢？这正是它此行的目的啊。而我们的天文1号则肩负着以下5大科学目标：研究火星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特征，研究火星表面的土壤特征和水冰的分布，研究火星岩石的矿物组成，研究火星大气环境和表面气候，以及研究火星的内部结构。可谓是相当丰富啊。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着好消息一个一个的传回来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在飞机失控撞上地面后，还能挥着双手兴奋地走出来的，大概唯有乔贝格林了吧？因为第一，他驾驶的是一架充气飞机；第二，他是故意开着它撞向地面的。是的，你没有听错，飞机居然有充气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气飞机。其实刚才我说的还不够准确啊。乔贝格林驾驶的是一架充了气的滑翔机，它是由泰勒·麦克丹尼尔在1931年设计并申请专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飞行的安全性。毕竟整架飞机几乎都是由橡胶制成的，哪怕坠机撞上地面，其自身就相当于是一个巨大的安全气囊了。再加上还飞得不高，飞得不快，安全性甚至比现在的很多汽车还要高吧。麦克丹尼尔对自己的杰作也的确是超有信心的，于是在他的怂恿下就有了开头那一幕：试飞员贝格林当着一众媒体的面，驾驶着滑翔机高速冲向地面，然后兴奋地蹦了出来，挥着双手向大家致意，仿佛是一个刚刚完成了高难度动作的体操运动员。就在那一刻麦克丹尼尔坚信这个肯定就是飞机的未来了。不过还没等未来到来时，他的钱已经烧光了，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其他人愿意这么来烧钱。于是对于充气飞机的最初尝试便到此戛然而止了。尽管后来苏联和英国的工程师们都有过在这方面的探索，但最后都以放弃收场。大家一致认为虽然充气飞机在设计上的确非常新颖，也有着很多独特的应用场景，但是橡胶制成的机身和机翼真的是太脆弱了，飞起来既慢又不稳定，哪里还有什么实用价值呢？除非发明出一种更加强韧的橡胶出来。说到发明橡胶嘛，谁最适合来干这个事儿呢？那就是以生产高质量汽车轮胎见长的固特异了。1950年代，固特异的工程师们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材料，他们把它称为 AirMate。本质上，这是一种类似夹心饼干一样的材料。中间一层是普通的橡胶，两边被各有一层的纤维层夹在一起，表面再涂上一层极有弹性的氯丁橡胶，从而让整体既耐用又轻盈还灵活。当把它进一步卷成一个充气带，并在中间加上很多交织在一起的尼龙丝之后它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又轻又强的材料了，强到足够制成一架真正的飞机，甚至还强到了引起 NASA 的注意。这个事我们最后再说，先说飞机。大概是由于充气造型比什么汉亚铆柱什么的都要方便太多，固特异造出自己的第一架充气飞机 GA33， 只用了12天多一点。在这架飞机上，硬的部分就只有发动机、螺旋桨、驾驶舱和起落架了，其他的部分都是软的，包括最重要的机翼。但在充上气之后它居然就飞出了很好的状态，测试明显是成功的。这下子 GA33 就引起了军方的重视，
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应用——救援。当时啊，作战飞机被对方击落后，飞行员跳伞逃生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落地之后却面临着一个更加险峻的环境。由于身处敌后，几乎不可能等来救援，自救成了唯一的选项。而逃离敌境嘛，显然是自救当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了。如果把原本只能跋山涉水靠2条腿趟出来的回家路改为坐上飞机，岂不快上许多，成功的几率也就高上许多吗？以往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现在不是有充气飞机了吗？在还没有充气之前啊，折叠在一起的飞机体积只有1立方米多一点，重量也不到100公斤，可以很方便的装进一个耐冲击的箱子里面，然后空投到等待救援的飞行员所在的区域，从而让他鸟枪换大炮，飞着逃离险境了。拿到这个方盒子的飞行员呢，也很好展开操作。基本上就只需要把部队型号里面只能坐进去1个人，后来也开发出了能够并排坐2个人的版本，但整机尺寸并没有太大改变。固特异一边在军方的赞助下一架接一架的开发和改良，另一边呢也在打着商业化的主意了。这个玩意儿还的确是很容易勾起人们的想象力啊！你想啊，它折叠起来那么小，操作起来也不难，价格方面估计也不算高，完全是可以把它塞进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面，等开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拿出来充个气就可以自由翱翔了。不比穿越机酷太多吗？简直太有市场了！但是呢，还没有等到商业化开始，信心满满的固特异却迎面撞上了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先是在1959年的4月，一名试飞员由于起飞得太快，结果把机翼给弄折了起来。随后呢，反折到上面的充气机翼碰上了高速旋转的螺旋桨，这下子不就相当于一个充满气的气球被划开了一道口子吗？飞机便迅速分解成一堆乱飞的橡胶，散落了下来。所幸的是，试飞员居然没事儿。接着，仅仅2个月之后呢，第2起事故就出现了。而这次的试飞员呢，显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的起因啊是控制线缆被卡住，随后就导致了一边机翼的翻折，飞机开始失控，另一边的机翼也开始乱甩了起来。结果铝制的翼尖就正好打在了飞行员的头部，直接将他拍出了机舱，落进了测试地所在的一片浅湖当中，当场就死亡了。2起相隔如此之近的坠机事故呢，开始引起了人们对充气飞机安全性的担忧。如果连训练有素的空军飞行员都 hold 不住它的话，那就更别说普通人了。民用市场显然是不要想了。即使之前看起来还有点希望的军用市场呢，在直升机搜救变得越来越专业和普及之后，也显得有些鸡肋了。而且大家冷静下来一想，好像以前我们想的太简单了呀。充气飞机再轻再慢，毕竟也是一架固定飞机啊，也是需要有跑道的呀，最少也要有个接近200米才能够让它跑得开嘛。但有这样条件的地方会多吗？还有啊，它飞得又低又慢，真的就可以躲过地面火力的攻击吗？尽管在设计上，由于飞得又高又快的飞机被击落下来的，怎么能去换一架更 low 的飞机，反而还更安全了呢？这完全说不过去嘛。所以军方也就不买账了，充气飞机的研究也最终在1973年被取消了。自此，这样的飞机固特异只生产了12架。他们中的2架现在可以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和费城的富兰克林博物馆里面看到。好了，最后我们再说说它跟 NASA 之间的关系。1960年代 ，AirMate 材料的优良性能便引起了 NASA 的注意。他们就想啊，能不能把这种材料用在返回器上，替换掉原本笨重又坚硬的金属呢？或者把它们用在建设人类的外星栖息地上呢？这种兴趣啊，其实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60年代末期就已经搁置了。但是这项成熟的技术却被 NASA 用在了后来登陆火星的探测器上，在里面充上氮气后，作为进入火星大气时的防护罩和机翼来使用。所以充气飞机摇身一变成了充气飞船了，固特异应该更加开心才对吧？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更多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这是一盒柯达胶卷，已经很有年头了啊！如果你也知道柯达胶卷的话，请在弹幕里面打上1。但其实啊，柯达也会生产镜头和相机。如果这个你也知道的话，请在弹幕里面打上2。然后呢，它居然还生产了一面哈勃太空望远镜上面的主反光镜。如果连这个你也知道的话，请在弹幕里面打上3。不过很可惜啊，这面镜子呢从来就没有上过太空，它目前被陈列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被哈勃带上天的是由另一家光学大厂铂金埃尔默所生产的镜子。但讽刺的是啊，
那面镜子有瑕疵，而留下来的柯达镜子呢却相当完美。为什么 NASA 会把一枚有瑕疵的镜子发射到太空当中呢？如此低级的失误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970年，由于此前轨道天文台计划的成功，NASA 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便开始正式启动太空望远镜的项目了。到了1977年，在经历了诸多波折之后呢，他终于获得了建造太空望远镜所需要的资金，一共大约是差不多3亿美元，预计周期6年左右。同时，这台太空望远镜呢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哈勃，以纪念发现了宇宙膨胀的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好了，有了资金之后呢，生产就可以开始了。作为整台望远镜的核心主反光镜的制造显得尤为重要。它起到的作用是汇聚光线。将从镜筒收集到的光线反射到一面较小的反光镜上，后者呢再将光线进一步反射到哈勃的各种成像仪器上。之所以要反射2次呢，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镜筒里面装下尽可能长的焦距。为了将装机到主反光镜上任何部分的光线都完美的汇聚在一个点上，它就需要被抛光成一个精度达到10纳米的曲面才行。而主反光镜的直径是2.5米，2500万倍于抛光精度，难度可想而知接下这个重任的就是铂金埃尔默了。这家公司在业界是怎样一个地位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查。总之，它肯定是 NASA 的最佳选择。为了不让 NASA 失望，铂金埃尔默也放出了自己的大绝招，用特殊定制的计算机来自动化的抛光镜面。这在现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呢，绝对是一个超级前沿的科技了，而且也是看起来最有希望达到10纳米精度的工艺了。但为了保险起见，NASA 同时也要求他们必须将一部分的生产转包出去，制造一枚备用的主反光镜出来。大家猜猜，他转包给了谁？就是柯达了。因为柯达在生产相机设备和光学镜头方面呢，已经积累了相当好的口碑，它将会采用手工打磨的方式来制造这枚哈勃的大镜子。于是，1979年，主反光镜的生产呢，在2家公司同步开始了。当时柯达建议咱们应该交叉检查对方所生产出来的镜子，以便确保万无一失。但铂金埃尔默显然不认同在他眼里面，柯达大概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备份存在。要不是 NASA 坚持，有你们什么事儿呢？其实你只要做做样子就可以了嘛，还交叉检查？我这可是计算机磨出来的，你们这些做手工的看得懂吗？对不起是有点过了。不过呢，我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交叉检查自然是没有发生的。到了1981年底，在艰难地打磨了快2年之后呢，铂金埃尔默终于将一整块超低膨胀的玻璃变成了一面下凹的抛物镜了。在清洗和镀上一层高反射率的铝膜之后呢，这面主镜就正式宣布完成了。不过在把它真正装上哈勃之前呢，它还需要通过一系列非常严格的测试才行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看它对环境的耐受程度如何，毕竟火箭发射时的震动和太空中的恶劣环境都是对它不小的考验这个呢没有什么好说的，肯定是顺利通过了。另一个呢是看看它的研磨精度是否能够达到设计的要求，这个稍微复杂一些。于是科学家就用到了一个叫做零相差矫正器的设备来帮助他们对镜片进行检查。这个东西本身也是由镜子组成的，它高大约76厘米，直径大约50厘米，上下各有一面中间开孔的凹面镜。然后呢，在光线出去的地方还带有一片敞透镜。理论上，当把它放置在哈勃主镜上方11米的地方，打入一束激光之后呢，会在镜面上生成一片平直的波正面条纹。这就说明镜面的打磨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出现的是扭曲的条纹的话，则说明镜面是有问题的。测试的结果呢，很完美简直一如铂金埃尔默的预期于是柯达的镜子真的就成为了一个多余的摆设了，连测试都不用了，直接拉到仓库里面。后来发生的事情呢，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1990年，哈勃上天，拍出了令人震撼的模糊照片，一时间世界哗然 ，NASA 沮丧到了极点。在仔细研究之后呢，他们发现他们犯了一个极其完美的错误。还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零相差矫正器吗？它里面呢，是不是也装着几面镜子原来工程师在安装其中一面反光镜的时候装歪了一点点，结果就正好完美的矫正了哈勃主镜上出现的误差，把原本应该是扭曲的纹路给拉直了。天哪，所谓无巧不成书，这大概就是最完美的诠释了吧。
更悲催的是啊，大家这个时候终于想到了，哎，仓库里面还放着那面柯达的镜子啊，于是战战兢兢的拉出来一检测呢，它居然才是真的完美的。这连打的啊，即便已经过了差不多30年呢，我仿佛还是能够听到啪啪啪啪的声音。可惜啊，已经太晚了。在轨更换主反光镜是不现实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测试时犯下的完美错误复制到太空中去。在又拖了2年，多花了数亿美元之后呢，戴上矫正镜的哈勃终于可以正常工作了。30年过去啊，他取得的无数成就已经让人渐渐淡忘了当初那段差一点就把他拖入了深渊的插曲了。但是我觉得啊，即使全世界都选择遗忘，柯达呢是肯定不会忘记的。如果时光逆转，铂金埃尔默同意了柯达的交叉检查建议，哈勃也用上了柯达的镜子的话，他现在会不会依然辉煌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天问1号已经正式启程，在飞行7个月、飞过数亿公里之后呢，才能到达它的目的地火星。不过到了火星，它的落脚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选择外星着陆点到底有什么学问。本次我们的天问1号可能会降落在火星上的哪个地方呢？理由又是什么？而美国同期将要发射的毅力号又有哪些备选的着陆地点呢？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了啊。首先，相信咱们都知道，选择合适的外星着陆地绝非易事，因为它有2大绕不过去的限制因素，一个是工程限制，它决定了飞行器能否安全着陆，以及着陆之后能否顺利工作。这其中重要的就有以下几点：光照、纬度、高程和环境等等。我们分别来简单介绍一下。先说光照，为什么在选择着陆的时候，光照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因为它与光学敏感器的导航性能、障碍检测结果以及表面操作、能源供给等多方面密不可分。长时间的光照为更丰富的科学活动提供了可能。然而，在挑选着陆点时，光照时间也并不是越长越好。那些总是有光照的地方啊，无法观察到日夜循环的现象，同时持续的光照将导致星体表面及科学仪器的温度升高，从而损坏有效载荷，影响分析检测的效果。纬度的考虑也跟光照有一定关系，高纬度地区是无法获得充足的光照的，进而影响到探测车的能源供给。同时，较低的温度也对热控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低温环境下，探测车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产热，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热平衡，严重时甚至可能影响到有效载荷的正常工作。所以在火星登陆时，工程师通常都会选择把探测器降落在赤道附近的地方，一是为刚才我们说的光照和温度，第二个则是为降落时的减速。我们都知道火星的大气呢非常稀薄，所以它对探测器的减速效果并不理想。但即便如此啊，矮子里面也总能挑出个高个的，那就是在赤道附近了。这里的大气层呢相对较厚，能够起到更好的减速效果，稍微降低火星着陆时那著名的恐怖7分钟的难度。接着我们再来说高程对着陆地点选择的影响。所谓高程，我们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地方的海拔高度了。当然海拔呢是地球上面的概念，因为火星上面没有海啊。对于火星这种对探测器减速一点都不友好的地方，我们当然是希望有越多的减速空间越好了。所以落在高山上和落在峡谷平原上区别可就大了去了。你可以选择冒险的撞毁在太阳系第一高峰奥林帕斯山的山峰上，也可以选择安全的降落在平坦的阿西达里亚平原上，因为两者的有效减速高度是差异巨大的。顺便说一句啊，天问1号其中的一个着陆备选点呢就在这附近，同时在这附近呢还有1976年登陆的海盗1号了。所以你大概是明白了天问1号的着陆点选择逻辑了吧？它的另一个可能着陆点呢跟这里差不多，是靠近海盗2号的阿厄忒里亚平原。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里高程更低，所以安全系数应该更高。当然，着陆地点的环境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比方说附近的岩石尺寸、坡度大小、表面粗糙度、雷达反射率、表面承重能力等等，都决定了着陆的成败，也对随后探测车的移动范围以及能否顺利开展预定的科学实验任务产生影响。好，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来自于工程方面的限制，另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就是科学价值了。因为探测器的主要目标还是科学嘛，所以必须要确保选择的着陆点能够帮助科学家尽可能多的获取外星的信息，让登陆任务的科学价值最大化。一般来说，可能会参考以下几点：多样性。
在着陆区内有尽可能多的形态学及矿物学的科学探测目标。演化证据能够有可供采样分析的岩石和土壤，使科学家了解环境气候的演化过程，提供水存在的证据，并验证已有的地质成因的假说等等。环境适宜，不同于工程方面要求的环境这里的环境是指要适于保留化石或者其他保存着生命特征的物质，这样的话就能够研究早期留下来的有机物或微观结构的演变过程了等等。所以你看，综合起来，着陆点的选择真是相当不容易啊！美国的毅力号就在之前的8个备选方案里面纠结了半天，最终才选择了现在的耶泽洛陨石坑，因为那里有一处35亿年前的古老湖泊的遗迹，有河道，有粘土。至于是不是有生命呢？这正是他此行的目的。最后，希望我们的天问1号能够一切顺利，让我们静待他从火星降落点传回来的第一张照片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先来看2段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的视频。有没有看出啥区别来呢？前者是在发射筒里面先点燃发动机，然后再冲出来的，而后者是出了发射筒再点燃发动机的。所以它们一个叫做热发射，一个叫做冷发射。美国基本上都是热发射，俄罗斯则基本上都是冷发射。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有何优劣？我们国家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又是用的哪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说热发射它也被叫做自力发射。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种发射呢，就是靠导弹发动机点火之后产生的推力来自己将自己送出去的。原理比较简单，所以发射筒的结构呢也比较简单。只是由于火焰一开始是在发射筒里面烧的，为了避免把大家闷熟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排烟通道了。这个画面上，在导弹还没有出来前就已经垂直喷出来的火焰呢，就是发动机经过排烟道后释放出来的火箭燃气了。你看它呈现出这么细长的一溜，是因为这根烟道是一个共用的烟道，它承担了一整排发射筒的排烟任务。除此以外，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那么优点自然就是效率高、体积省、重量轻、成本低，维护保养啥的也很方便了。所以美国人很精一早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发射了。为什么俄罗斯不用呢？大概跟它的缺点有关我查了一些资料，看了很多有趣的讨论，其中有一个观点呢，我是比较认同的，那就是俄罗斯早期导弹的发动机工作起来并不稳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热发射的话，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发射筒本身是没有动力的嘛，它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导弹给弹出去，只能任由它留在里面炸膛了。这多吓人直接就把俄罗斯人劝退了。算了，你欧美胆大，你玩，你们好好玩，我还是去搞冷发射吧。所以发射筒自身不带动力呢，勉强算是一个缺点吧。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其实是高温燃气对导弹和舰体带来的影响了。你仔细看导弹每一次窜上天的时候呢，都要被自己的烈焰从头到脚烧一遍，这不是也很危险吗？尤其是随着导弹越发越大，发动机喷出来的燃气越来越猛，它所带来的隐患也就越发明显了。再加上由于用导弹发动机直接热发射呢，会在一开始用掉更多的燃料，这就损失了一定的射程嘛。所以有的导弹系统呢，还会在屁股上专门加一级起飞发动机的长短，等于就是把发射筒省下来的钱给装在导弹上了。此消彼长，好像优势也并不是那么明显了。那咱们再来说说冷发射吧。冷发射呢，又叫做外动力发射，它是通过发射筒底部的燃气发生器产生出的高压燃气，推动气缸当中的活塞，拉起底部的提弹梁，将导弹给弹出去的。跟弹弓的原理简直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这是个要命的大弹弓。由于在这种发射过程当中，发射装置是需要承受住燃气发生器所产生的高压的，所以对结构与材料的强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跟热发射的排气恰恰相反它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才行再加上较为复杂的导气、活塞和提弹装置，就让冷发射的整体成本呢高上了许多。但换来的嘛是安全性。由于导弹是在离开发射筒后才点燃发动机的，就不会让舰体和导弹面临高温炙烤的窘境。对于导弹本身的强度呢，也要求较低了，也对导弹的气动外形改动的较小了，有利于保证导弹的飞行性能。同时
若在发射过程当中导弹遇到了一些意外，比如发动机意外点火，也可以通过外力直接将其弹出，避免了对发射装置和周围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普遍的认知是冷发射较热发射更有优势，也是在发射中大型导弹时的首选了。好了，该说到我们自己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了，它采用的是哪种呢？我们虽然在这个领域里面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起步的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经过10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了。而且它既可以热发射，也可以冷发射，是个冷热兼容的发射系统。既可以热发射体型较小的中近程防空导弹和小推力的反潜导弹，也可以冷发射大型的远程防空导弹，并且在2个技术上呢都是有突破的。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讲。还记得一开始说的热发射，通常都是多个发射筒共用一根烟道，并且还会让高温燃气倾泻到出筒中的导弹身上吗？这很危险，对吧？我们的第3代垂发呢，这直接改掉了这样的设计，不共用排烟道了，而是单个发射筒自带单独的一个排烟系统。它是这样做的，每个发射筒分为内外2层，导弹放在内层圆筒当中。而在2层之间呢，留上空隙，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排烟的。当高温燃气经过发射筒底部导流锥的作用后呢，会反向经由这个空隙向外排出，短时间之内包裹住正在出发的导弹。这不依然还是把热量倾泻到了导弹身上吗？换汤不换药吗？等等这个空隙的形状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它看起来像什么？像不像火箭的喷口啊？对的，工程师就是这样设计的。再把内外2层圆筒之间的空隙做成跟火箭喷口一样先收缩再扩张的造型之后呢，就能让原本亚音速的燃气变成超音速后喷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燃气的总能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动能提高，内能就必然会减小，而温度正是内能的体现，所以结果就是燃气的温度降低了。测试显示，采用这样的结构呢，发射筒出气处的温度至少可以降低30%，大大缓解了对导弹和舰体设施的影响了。这是热发射时的黑科技。冷发射时呢，也有黑科技刚才有一个冷发射的缺点，我故意没有讲，就是传统冷发射所采用的活塞气缸式弹射装置了。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实际受力行程不到发射筒长的1半。当提弹梁撞击到缓冲器后，便与导弹分离了。之后，弹射装置对导弹便不起作用了。这也导致提拉活塞的长度无法轻易的省下来，否则就会因出速度不足影响导弹的正常发射。而增加燃气发生药、提高弹射力的方式呢，也会使导弹过载骤然增加，而影响发射安全。那怎么才能在保证体积与提升功率之间找到平衡呢？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妙招把原本只有1级的活塞筒做成2级。先是让1级活塞筒拉着2级活塞筒和其底部的活塞一起向上跑，等2级活塞筒顶到上面的缓冲器之后呢，其气缸的进气孔正好也跟进气管接上了，于是底部的活塞继续上升，直到把导弹完全推出发射筒。这段文字是比较绕，但是多看几次动画演示，相信你能很明白我说的意思了。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弹射缸的长度被减小为整个发射筒长度的1/3左右，却并没有牺牲发射时的功率。于是又强又小，既能装也能藏，站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还能说什么呢？咱们再接再厉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跟许多行业一样，国际航空业也是这次全球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受各国旅行管控和旅客出行需求下降的影响，大量的航线已经停飞，航站楼里面空空荡荡。但与此同时呢，停机坪上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因为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飞机也是需要找到停车位的。我是火箭叔，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科学的停飞机。在冠状病毒袭击之前飞机原本应该待在它本该待着的地方，那就是在空中。在1年当中，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头顶上方始终都有多达2万架的飞机同时在线。那停在地面上的有多少呢？截至2019年底，全球机队拥有接近24000架的客机，也就是说，通常只有大约4000架停在地面上。而如今呢，人们必须要为被病毒锁在地面上的这些庞然大物再找出至少12000个车位。好了，以后你再也别抱怨找个车位有多难啊！跟飞机排队等车位比起来，你要幸福多了吧？为了解决停机难的问题呢，各个航空公司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将飞机停出了新的高度。比如视频中显示
的这个位于美国加州维克多维尔停机场的一条跑道上，几十架飞机像是乐高积木一样彼此镶嵌在一起，密密麻麻的把多余的空间全都挤了出来。顺便一说，维克多维尔是闻名世界的最大的飞机坟场之一，通常用来储存退役的旧飞机。但由于现在科技基本上都飞不起来，所以它以及其他几个知名的飞机坟场就临时变成了这些可怜鬼的收容所，大家在这儿抱团取暖。当然，能用来抱团的地方都是要用上的，除了飞机坟场，很多大机场空出来的跑道都被整整齐齐的码上了飞机。好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事实证明，为这些大家伙找到一个停车位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跟汽车不同啊，飞机真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械，即使是停在地面上，他们也需要时不时的动动引擎、转转轮子、开开叶泵，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常规维护，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尤其对于收成已经减少了90%的航空公司而言，无疑雪上加霜。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一架飞机上没有几个乘客，航空公司也愿意带着你飞一趟了。他们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让飞机保持状态而已，多几个压舱物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这样很花钱，但是相对于一动不动的把飞机摆上几个月，隔三差五的运行一下，他们呢，的确是能够有效的减少付飞前更加高昂的维护开支的。鉴于全世界有91%的飞机都是由波音和空客制造的，所以这两家飞机制造厂也毫无疑问的被迫参与到这场航空业自救的行动中来了。比如空客就在他们家原来的飞机健康管理软件 Skywise 里面加入了一项全新的功能，可以帮助航空公司根据每架飞机将要推出服务的周期以及所需要维护的项目类型，找到最合适的停车位，算是相当的贴心了啊。当然也不见得是每一架飞机都需要不间断的维护的，对于那些真的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都用不上的飞机，最好也是最经济的去处就是干燥的沙漠了，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太快被腐蚀，封上发动机和传感器，在这里居家隔离，等待病毒举手投降的那一天。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呢是注定等不到那一天的。在本次危机之前，全世界所有运营的客机里面有6000架机龄在15年以上，4000架更是在20年以上。你要是航空公司的话，你会选择在他们身上花几百万的维护费用，却同时并不知道何时他们才能再上天吗？大概率是不会的。所以可以预见啊，大规模的客机退役潮也许会提前到来。老家伙们的日子不好过，大家伙们的日子呢也同样煎熬。像波音737和空客320这样小一点的客机还好一些，至少能有国内航线飞一飞。而对于像空客 A380 这样只专注于国际航线的大型双层客机而言，就几乎只能停在地面上了。波音分析啊，经过这波暂停操作之后呢，航空业想要恢复到原来水平，至少也需要2到3年的时间。当大家的钱袋子都比较紧张的时候，自然更愿意选择那些经济又实用的小飞机。看样子大飞机的辉煌要暂停的更久一些了。当然，影响更加深远的是，有可能这次危机会整个改变航空业的现状。因为随着过去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呢，航空公司对客机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就买。这样波音和空客积压了大量的订单，成为一个很有话语权的卖方市场。之前大家都还怨声载道，怎么还没轮到我呢？现在却纷纷点下了退款键。这波冷静有好处吗？它至少有助于大家都认真的想一想，未来究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飞机？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我最早对火星的印象来自于一部叫做《火星叔叔马丁》的电视剧。在座如果还有谁听过甚至看过的话，请弹幕互动一下哦。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认为有火星人的，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再后来呢，居然发现这是全人类的一厢情愿。而且直到现在，这份单相思依然还是没有减弱，我们仍然在不断的往火星的空中、往火星的地面送去探测器，就是想要找到马丁叔叔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证据。当然，马丁叔叔需要打上引号，一厢情愿最终也可能被改写为孜孜不倦。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借着天问1号出发在即之际呢，来聊一聊火星探索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如此的钟情于这颗红色的星球？为什么同样是登陆上火星的难度要远远高于上月球，甚至比登上小得多的彗星还要难呢？最后也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国家的首次火星探索任务究竟有何特点？同本次其他的选手之间又有哪些区别呢？好，坐稳沙发，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简单来说，人类之所以对火星充满兴趣，就是因为它是整个太阳系当中最像地球的一个，位置很像，围绕太阳的轨道只比地球远一点点，所以地球上有的很多东西火星上也有，比如水。有水就意味着有可能存在生命，要是存在生命，就能证明宇宙中的生命存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遍现象。要是生命在宇宙中是个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后面的请大家脑补吧。第二个像是地形地貌很像，有高山有平原还有峡谷，简直就像是把地球上面的荒漠照搬上去了一样。未来移民过去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落差。
第3个项是作息时间很像，尽管它的公转速度有点慢，想要看遍四季变迁需要花上差不多2倍于地球的时间，但是它自转的速度跟地球差不多啊，一天的时间也就是24小时多一点，所以不管你是朝9晚5呢，还是996到了火星都可以保持不变，所以这就使它成为了人类在脱离地球成长为星际文明的道路上最合适的起点了。当然这个起点一点也不低啊，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人类先后进行过56次的火星探索任务，但其中成功的还不到一半。相比起探测月球的稳扎稳打，探测火星简直就像是一场豪赌。是什么让它变得这么难呢？距离、轨道、导航、通讯、窗口期，咱们就不说了，它们都是难点，但要么你已经是听很多人说过了，要么就是我已经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了。今天咱们重点就说说更要命的着陆吧。这个单讲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要一对比你就能够理解了。我们拿地球和月球来对比，在地球上有稠密的大气层，对于一个想要着陆的飞行器来说，好处就是可以利用大气阻力来完成减速，坏处则是跟大气的摩擦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喜忧参半，对吧？咱们是这样解决的，先用隔热罩再开降落伞，好像也不难了。毕竟我们已经用这个办法让大量的返回舱和火箭降落过了。反过来，在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不会有摩擦生热了，可以丢掉隔热罩了，忧的是降落伞没用了，得要装上火箭发动机，靠反推力才能够安全降落。不过难度好像也说得过去嘛，毕竟登月成功率还是蛮高的。再看火星是什么样的呢？它恰好就把两者的缺点都占了。大气有那么一点点够产生摩擦的热量，但却不够降落伞来产生阻力，所以既要装上厚重的隔热罩，又要加上复杂的反推力装置，这难度就不是一般的了。成功率也就降到了要被称为探测器坟场的地步了。尽管探索火星的历史几乎跟人类的航天史一样漫长，但早期可以说全是血泪，只有进了21世纪才变得好点了。只是好点啊，想要取得完全的成功依旧困难。所以你能想象，当我们的天问1号在第一次出发前往火星的时候，摆出来的目标就是要同时完成绕、着、巡3项任务：轨道器环绕火星完成探测和通讯任务，着陆器完成第一次火星登陆任务，火星车完成火星地面的巡视任务时，那些炭火老将们吃惊的表情吗？写满了不可思议。这的确是有点不可思议啊，但既然我们说得出，肯定也是做得到的。毕竟目前最有担当的大国还有谁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与同期一起进军火星的阿联酋希望号、美国毅力号比起来，天问1号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另外2个任务。希望号将只有一个轨道器围绕火星运行，主要目标是了解火星的气象变化，相当于是一颗气象卫星。毅力号将成为 NASA 在火星上的第2辆火星车，主要目标是寻找生命的证据。而我们的天问1号主要的目标可以总结为3条：了解火星的大气组成、地质结构和地表环境。这些目标由分布在轨道器和火星车上面的13种科学仪器来完成，包括高分辨率相机、多光谱相机、中性和高能粒子分析仪、磁力计和探地雷达等等。尤其是装在火星车上面的探地雷达，将是首个登陆火星的同类仪器，能够很好的帮助人类掌握火星的地质结构、土壤特性和水冰分布等信息。就像我们自己常说的那样，中国希望为全世界的知识库做出贡献，而天问1号就将是我们践行这个承诺所要迈出去的重要一步了。好了，我们一起期待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1秒到底有多长？1000毫秒、100万微秒、10亿纳秒，都不对啊！准确说，它是铯133原子在2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天时所辐射出的电磁波周期时长的9192631770倍。有没有蒙圈？蒙了也无所谓啊，因为接下来呢，我就要开始讲人话了。今天之所以一开场就要讲时间，是因为我前面不是刚刚讲了导弹吗？导弹想要精确的命中目标，就需要有精确的制导，而现代导弹的制导很少能够绕开一样东西。卫星定位了。据说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东风2.1呢，可以将打击精度提高到10到30米，比普通导弹翻上了至少20倍，这个效率相当可以啊。而在这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居然就是时间了。时间和定位精度之间怎么会有联系呢？卫星定位为什么要用时间？怎么才能在卫星上精确计时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先来一句话答案啊。
卫星定位是通过计算目标同多枚已知位置的卫星之间的距离来确定它自己的位置的。而计算它同各个卫星之间距离的方式呢，就是掐下信号从发送到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了。如果掐得越准呢，定位自然也就越准。那么能够把1秒分成数十亿份的原子钟，就是那个掐得最准的家伙了。所以原子钟就成为了定位卫星最核心的部分了。好了，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先暂时看到这，不忙的朋友呢，可以听我继续讲下去，来看看原子钟的奇葩工作原理。俗话说啊，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呢，其实只对了一部分啊。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这样：时间就是一切。时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普遍常数，无论是卫星导航，还是电网供电，或者是金融网络，甚至是计算你的加班工资，都必须要依赖于准确且可靠的计时。时间也是宇宙运行的普遍常数。无论是黑洞合并时发出的引力波，还是暗物质对宇宙时空的弯曲，想要弄清楚这些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对时间的准确测量了。既然测量，就要有尺子嘛。那时间的尺子是什么呢？就是某样能够以恒定的速率做周期性变化的物体了。我们把它叫做参考频率。打比方说日夜变化，它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是可以拿来当尺子的。单摆的来回摆动呢，它也有一定的周期吧，所以也能够拿来当尺子。而且有一点很明显啊，单摆的摆动周期肯定要短于日夜变化的周期了，所以拿它来当尺子呢，尺子上的刻度会更细一些。更细一些更好吗？你们自己来感受一下啊。如果我只有1把米尺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以上2米未到。而如果我的米尺上加上了厘米的刻度的话，那么我的身高就是1米9、8、7、6、7。你看我都这么坦诚，不该在此处来个点赞吗？显然啊，1米67比1米以上2米未满要精确得多，也更有利于大家来了解我了。所以刻度越细越好。对于时间来说呢，就是频率越高越好。那什么东西的频率足够高呢？原子。物理学家们发现啊，每一种元素的原子呢，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恒定的，而且是非常高、非常稳的频率振动着。这就意味着，要是用原子的振动来作为参考频率的话，做出来的钟将会极其的精确和极其的稳定，可以测出几千亿分之1秒的时间差别，并毫无误差的工作上百亿年。这样的钟呢，就叫做原子钟了，是我们拿得出手的最精确的计时设备了。但关键是，这台钟要怎么造呢？为了讲清楚这一点呢，我们还需要先花点时间来介绍另外一个计时工具，我们可能会更熟悉它一点啊。就是石英钟了。1927年，石英钟被发明了出来。它利用的是石英晶体在通电后会发生振动的现象。其实很多物质呢，在通电之后都会发生振动。比方说你被电到的时候，开个玩笑啊。之所以选择石英，是因为它可以反过来，也就是说，把它振动起来也是可以发出电的。这个叫做压电现象。石英钟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通电能抖，抖着能发电的石英振荡器了。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永动机的感觉呢？不过事实的确是，想要保持石英振荡器永无止境的震荡下去，只需要一点点的电就可以了。我有一块石英表的最高记录是保持了5年没有换电池。每一个石英振荡器在出厂的时候呢，频率都被精确的调整到了32768赫兹，也就是每秒钟震荡32768次。反过来就是说，每震荡32768次呢，就是1秒钟。怎么样？这段顺口溜练的还不错吧？然后钟表里面的电路或者是机械系统就可以据此作为参考频率来精确走时了。现在因为好一点的石英振荡器的精度可以达到每9万年误差不到1秒，对于我们的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事情来说都足够了。但是嘛，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嘛。远方就要用到导航，而导航的工作原理就是利用几颗卫星共同来计算出你离它们之间的距离。怎么计算距离呢？就是看信号要花多长时间在你和卫星之间走个来回嘛，然后再乘个光速就可以了。乘个光速，也就是说乘的至少也是一个10几位的数字。你能够想象哪怕只犯一点点错，但是却被放大数百亿倍之后的画面吗？应该不是那么好看的。所以时间跟定位精度之间的关系就这么出来了。石英钟也在这个时候被嫌弃了，怎么办？只能上更精确的原子钟了。但是最奇葩的地方要到了，你万万没有想到，其实在原子钟里面兢兢业业工作的也是个石英钟。否则我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来介绍石英钟呢？它的思路是这样的啊，
时间钟好是好，但时间一长也会产生误差的。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细心的领导能够敲一下他的脑袋，他不是又能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上一阵很长的时间了吗？你猜到了吧？振动精度更高、工作更加稳重的原子，自然就是他的领导了。很多元素的原子都可以胜任这项领导工作，比如铯原子。它的振动频率是9192631770赫兹。实际上，在现在的国际标准里面，1秒钟的定义就是铯原子这么振动91.9亿下所花的时间。那么，在原子钟里面，它是怎么和时间钟配合工作的呢？首先铯原子有2种能级状态，较低的和较高的。在通过磁场的时候呢，它们会发生不同的偏转，所以很好区分出来。而如果低能级的铯原子受到跟它频率一致的微波照射之后呢，也能够通过共振将自己的能级提升上去了。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布置这个有趣的装置了。先是让时间钟工作起来，一边精确的输出时间，一边利用压电现象输出电荷。这些电荷呢会被转化为频率正好是91.9亿赫兹的微波，让已经经过筛选全部是低能级状态的铯原子通过。按理说，通过的铯原子理应全部提升为高能级的铯原子。没错吧？但如果时间钟随着时间的累积开始产生误差，它所生成的微波也就不可能达到91.9亿赫兹了。于是，通过这个微波的低能级铯原子呢，也就升不了级，成不了高能级状态了。我们只需要在发生这个变化的一瞬间将它识别出来，不就好了吗？所以在微波的后面呢，有2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了，一个是另外一个可以偏转不同能级铯原子的磁场，一个是只有高能级铯原子才能够达到的靶子。现在你看出逻辑来了吧？如果没有东西打到靶子，就说明微波没有把低能级的铯原子转变为高能级的铯原子，进一步的就说明时间钟开始犯懒了，需要敲一下脑袋了。于是，一个反馈电路马上给它一个电击，使它立马回到原本的振动频率上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原子钟的精度就可以达到每14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1秒钟的惊人水平。好了。已经很厉害了吧？但人类探索确实是永无止境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样，时间和空间是绑定在一起的。为了解开很多宇宙的谜团呢，我们依然需要更加精确的测量工具才行。现在的原子钟依靠的是微波级的频率，如果可以用上频率更高的可见光波段，岂不能把时间的切片切得更薄吗？所以最新的研究是利用激光来控制异原子的振动，用一个更加惊人的参考频率来制造出更加不可思议的原子钟。也许在它的加持之下呢，暗物质的奥秘也能随之揭开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也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吧。